穿成无父无母的小瘸子后，男人整天窝在家里，靠在网上和他人网恋为生。原剧情中，原主聊上了男主的纯情弟弟魔都的太子爷石铮，原主对人家骗钱骗感情又不肯奔现，就那么一直吊着。时间一长，石铮觉得自己被骗了，尤其是有朋友扒出来原主其实是个弯男装妹子后，更是再也坐不住，算账般的给原主打去了长时间以来的第一个视频电话，而原主当时还真的不小心接了，结果可想而知，猜想被证实。石铮恼羞成怒，当时就发誓一定会弄死原主，又伤心又恶心的闹了一晚上。而石铮的哥哥本世界的男主石井知道这件事后，为了给自己的弟弟报仇出口气，当时就让人把原主给绑回去，百般羞辱后废掉了双手，事后还大发慈悲的把人送进了疗养院。那疗养院说好听了是休养，说难听了其实就是拘禁。在石井的授意下，原主不治而亡。接收完了剧情，乔眼皱了皱眉，似乎想到了什么。所以我昨天挂掉的电话，就是剧情里石铮打来的那通电话吗？是的，原书的剧情节点就是那。石铮已经翻天覆地的闹了一晚上了，现在男主已经知道了，估计很快你就能下线了。乔眼懒懒的闭眼，那太好了，睡着就死了，简直没有比这个更安逸的事情。与此同时，魔都市公馆复古华丽的书房内，一身灰色家居服的男人正坐在书桌前，细细的书写着，那双握着笔的手，骨节纤长，皮肤白皙，就连偶尔推动鼻骨上金丝眼镜的动作，都显得优雅斯文。扣扣扣，书房的门被敲响，石井只轻轻抬了下眼皮，就又重新投入到面前的文件中。薄唇轻启时，醇厚冷淡的声音缓缓响起：“进，石先生，人已经找到了，少爷也送回了家，除了酒喝的多了些，什么傻事也没做。”石井轻轻点头。带来吧。对面的男人恭敬弯腰，随着男人的离去，偌大的石公馆又重新陷入了安静。除了书房，远远看去，整个庄园都陷在黑暗中，宛若恶魔的古堡，处处充满了危险的气息。石井25岁就已经登顶了最年轻富豪榜榜首。常言道，在魔都石家说了算，而石家石井说了算。而就在昨天，石铮在魔都最大的销金窟失恋买醉，豪掷千万，甚至不惜放话，只要有人能让他的女朋友回心转意，想要什么都可以。石铮作为石井的弟弟，在魔都是相当于太子爷一样的存在。除了石井，从来没有人敢惹他。无数人想要巴结上太子爷这条大腿，都无能为力。得知这些事，就全都如同苍蝇般粘了上来，全都想知道太子爷这个女朋友是何方人物，能把石铮给迷成这个样子。而少数和石铮交好、知道内情的人更是好奇的不得了。一个靠装妹子网恋的男人，却能让石铮打了一个视频后，瞬间被掰弯，甚至连脸面和被骗的愤怒都不顾，只想和人家好好谈恋爱。结果对方还丝毫都不领情，直接把石铮拉飞了，甚至手机还关机，手机号、微信号都不是本人。光凭石铮是想找都没处去辙，光速恋爱又光速失恋的事大少，深夜买醉做了个昏天黑地，最后还是石井亲自派人去抓他，才把人带回了他住的地方。石井、石铮这两兄弟相差了3岁，可不论是身份还是心性上，都是天壤之别。石井对弟弟算得上宽容，只要不出轨，石井基本都不会惹，最多是出了事在后面给擦屁股罢了。除此之外，他们两个还从不在一起住，理由或许外人不是很清楚，但是石家的人知道得清清楚楚。听上去有些滑稽的理由，石铮住的地方，不管白天还是晚上都要很亮，不能有一个地方是黑的，就连睡觉都得开着灯。而石井则是恰恰相反，石井除了在书房的时候会开灯办公以外，偌大的石公馆几乎都是遁入黑暗的。两兄弟一个见不得光，一个关不了灯，奇葩又离谱，所以基本上住不到一起去。石井工作的时候，除非有事，否则他是极不喜欢别人来打扰的，包括他自己的亲弟弟秦特助跟了石井很多年，他算是唯二可以在石井工作的时候出现的人。石先生，人已经带来了。秦特助站在门口，垂着眸等待石井的反应和指示。石井写下最后一个笔画，缓缓将笔帽扣了回去，他的手指轻轻推了推镜框，面上依旧平缓的没有丝毫情绪起伏。那就下去看看，是个什么东西迷得我那个没出息的弟弟，连石家的脸面都不要了。石井起身，整理了一下压得有些凌乱的袖口，随后朝着楼下缓缓走去。在昏暗的石公馆里，长长的走廊只有隔几米一盏的小灯，散发着昏黄的光芒，勾勒出石井修长的背影，每一个步伐都平稳优雅，松弛的宛若贵族舞步。客厅很暗，偌大的环境只有那么几盏小小的尾灯照着，除了能让人勉强视物外，几乎什么用处都没有。几个身穿着黑色西装的保镖，此刻正站在大厅中央的沙发前，背着手目不斜视，而沙发旁的地面上正蜷缩着一个被五花大绑的纤细少年。从石井下楼到坐在沙发前，都一直没有一点反应，宛若木偶。开灯，石井淡淡的吩咐。秦特助点头应下，几秒后，客厅正上方的巨大水晶吊灯在一瞬间亮起，华丽典雅的石公馆顿时仿佛背上了颜色般，整个画面绚烂而又金碧辉煌。石井在开灯的一瞬间闭了眼，待到眼睛开始适应起这个亮度时，他才不紧不慢地再次睁开，眸光淡淡地看向不远处蜷缩的乔眼。他身子微微后仰，舒展地换了个慵懒的姿势，这是把人弄死了。石井说话的时候，展现出来的是近乎残忍的漠视，倘若现在有人死在他面前，也不会让他皱一下眉头。秦特助低声道，带来的一路上一直都是低着头，不说话也不动弹，就好像秦特助声音
音微顿，在石井看过来的一瞬间，有些犹豫的道，就好像睡着了。石井微微皱眉，他仰了仰下巴，对站在乔眼旁边的保镖道，把他的头抬起来。石井可不管乔眼是睡着了还是死了，迷得他那个蠢弟弟成这样，丢了石家的脸面，就不可能放过乔眼。在被人捏住下巴抬起头的时候，乔眼第一次睁开眼看了一眼石井，可是适应了黑暗的眼睛，忽地被水晶灯晃了一下，顿时飘起了一层生理泪水。石井的身影也逐渐模糊，只能勉强的看清一点淡淡的轮廓。和少年的眸光交汇的那一刹那，石井几乎是瞬间就明白了，石铮被迷得昏头转向的理由。少年的确足以让人一眼就为他神魂颠倒。男人粗粝的手掌捏在乔眼的下巴上，那张白瓷般柔嫩光滑的皮肉，顿时晕开了压出来的红色指痕，处处纯情精致的脸上，唯有那一双眼，风情摇晃又泪光斑驳。晚间风冷，少年被抓来的时候，就只穿了一身白色的绒毛家居服，凌乱而又扛不住冷意，被绳子绑着被迫蜷缩起来的时候，像个柔软无害又洁白的小天女，落入猎人的陷阱中，天真又孱弱。隔着水晶灯的光晕，石井的眼神和乔眼交织，短短的几秒钟，时间却好像被无限拉长。你就是乔眼。石井挥了挥手，示意掐着乔眼下巴的手放开，力道松懈的时候，半跪着的乔眼因为双腿的无力，又直愣愣的摔了下去，正好倒在石井的脚边。乔眼没有回话，只是低垂着眼眸，这个姿势将乔眼的侧脸和雪白的后颈全部暴露给了石井，漂亮的不得了。石井也不知道自己是出于什么心思，纡尊降贵的弯下了一点腰，轻轻托起了乔眼耷拉在身侧的一只手。你就是用这双手隔着一个手机把我的弟弟骗成狗的吗？石井的眉眼是有些阴郁的冰冷，带起一点笑意的时候，非但没有显得柔和，反而是更加锐利的威胁。让我听听你都是怎么骗人的。和石井骨节分明的白皙手掌不同，乔眼的肤色是近乎没有血色的白，莹润纤细，伶仃的晃若一用力就能轻而易举折断。石井看在眼里，手上却更加用力的捏了起来。刺痛感逼的乔眼忍不住缩起肩膀颤了一下，挣扎着想要后退，另一只手更是用力的推了推石井的大腿。石井神色微冷，威胁的捏住少年一截泛红的下巴，逼迫乔眼重新跌进他怀里，似乎对于乔眼的逃跑而感到不满，手上的力道也缓缓加重。说啊！乔眼痛得忍不住皱眉，虽然不懂疯批主角为什么非要知道过程，但乔眼还是思索了一下原主和石铮的聊天记录，有些犹豫的微微歪头。乔眼试探性的道：“我爱你。”从上向下的俯视，让少年的脸看起来更小更可怜。石井看见那双被泪水沾湿的浓黑睫毛轻轻颤抖，随后那双琉璃珠般澄澈的浅色眼眸便缓缓抬起。少年的音色干净又清亮，说话的尾音总是带着淡淡的鼻音，软得像小猫叫唤。说情话的时候更是甜得人发腻。宝宝，石井也被乔眼勾得愣了一瞬，片刻后才恍惚反应过来，乔眼是在回答他。乔眼就是靠这几句我爱你，几句轻描淡写的宝宝，就骗得石铮晕头转向，为了他神魂颠倒。石井想，如果他是石铮，可能也会被骗吧。任谁都不会想到，这样纯情漂亮的羸弱外表下，其实潜藏的是一个恶劣贪财、喜欢玩弄感情的小骗子。石井眼眸微深，指尖顺着下巴的弧度缓缓捏上红唇。你就是这样骗他的？这么拙劣的手段，你情我愿的事，怎么能叫骗你？当然，乔眼没敢说，沉默的耷拉下一点眼皮，看上去就像是默认了一样。这样的姿势和角度，让石井在对方垂下眼眸的时候，就再也看不见丝毫眼神的流转，心里忽地燃起淡淡不满。石井突然用力将人从地上扯了起来，纤细的少年甚至连一点抵抗都没有，无力的跌落在怀。石井的声音很淡，带着一点说不清的讥讽和诱骗。你都在他那骗了些什么？金钱还是感情？听着他的话，乔眼难得神游的想了一下，最后得出结论，他好像全都骗了。我那个弟弟最不能接受的就是背叛和欺骗，脾气暴躁又易怒。如果你欺骗了他的感情，不杀了你也绝对不会让你好。乔眼想到自己挂断电话前石铮的一声满含怒意的威胁，竟然有点认同的想要点头。石井感受到乔眼的乖顺，满足的用指尖轻轻点了点少年的耳尖。要怎么样才能让他放过你？石井说的时候，语气里都带了一些冷眼旁观的怜悯。乔眼仰头看他，恍惚觉得石井有种看热闹的感觉，说的好像你会放过我一样。对乔眼来说，被石铮弄死还是被男主间接弄死，差别都不是很大。反正都只是躺着等死罢了，说不定让石铮来还会给他个痛快呢。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石井低头，发丝拂过额间的时候带起一阵痒。乔眼下意识的仰头看他，懵懂却又好奇的眼神，仿佛不会恐惧的小猫，歪着头新奇的看世界。第一个就是被我那个疯子弟弟抓到，我发誓你的下场绝对不会好。第二个，石井垂眸，压下的睫毛在这一瞬间竟然显得有些隐隐，就是被我养着，我会给你所有想要的，但是代价就是你永远都不会有机会走出这座房子。石井的瞳孔微微扩散，像是染上了墨汁，变得越发幽深起来。他的手指慢慢攀上少年纤细挺直的后颈，仿佛只要乔眼说出一句拒绝的话，他就会用力结束乔眼的生命。这样的条件，换了任何一个正常的人来了，都会觉得难以抉择。失去了自由，就是有再多的财富又有什么用？石井根本就是在圈养，即便是为了活命委曲求全，也一定会想要抓住所有的机会逃跑。但那是正常人的想法，乔眼又不是正常人。听了石井的话，乔眼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还有这好事，男主是做慈善的吧？身前的石井似乎已经开始失去耐心，想好了吗？乔眼点头，心想这还需要考虑吗？保险都不敢收自己，结果男主敢收。但凡乔眼犹豫一秒，都是对男主的不尊重。我要被你养着。小天鹅笑着说要男人养着她时，男人的唇角微微勾起一抹笑，似乎乔眼的回答是
他早已预料到。乔眼被他抱起来的时候，就像是一个轻飘飘的手办。10公馆很大，昏暗的环境里，石井却能步伐稳健，清楚地从1道道走廊里回到2楼的卧室。石井的卧室大得有些空旷，近乎全黑的房间，除了微弱透进来的月光还能让人勉强视物外，其他什么光源都没有。可以开灯吗？这样的环境会让我忍不住想要睡觉。石井没有说话，只是在将乔眼放到床上后，就伸出手拉开了床头的一整台灯。昏黄的灯光映出暖暖的氛围，也将坐在床头的石井五官轮廓全都晕得模糊。好漂亮！石井的手落在乔眼露出的一截细白脚腕上，指尖轻轻摩擦揉捏，爱怜地看着那身娇气金贵的皮肉，在他的动作下慢慢变得粉红，甚至是留下一道道的指痕。要用链子锁起来，金色肯定很适合你。除了这个房间，你哪里都去不了，逃不掉也死不了。石井的唇角荡漾，开口的疯狂的笑容，阴郁俊美的五官让他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恶魔，但是房间太暗了，乔眼根本没看清他的表情。听见石井说的话，乔眼不曾思考的脑子也只理解了表面上的意思，这是怕自己会跑吗？乔眼仰头对着自己的新任饲养员轻声道：“放心，我的腿走不了路，跑不了。”石井甚至都已经做好看见少年惊慌失措、瑟瑟发抖的准备，却被人反过来安慰了。被圈养的那一方竟然宽慰地告诉拘禁的那一方，自己跑不掉，说不上来是什么感觉。石井皱着眉抿了抿唇，轻声道：“你最好是。”石井的房间很冷和，床也很软，暗暗的氛围又很适合睡觉。乔眼光是坐着就已经开始有点犯困了，但男主还直愣愣地坐在床头，显然没有一点要休息的意思。乔眼有些犹豫地张了张嘴，委婉地表达：“你可以出去吗？”少年的眉眼带着淡淡的为难，仰起头的样子甚至有点可怜。石井眼眸微微眯起，惊觉乔眼终于维持不住冷静的模样，开始抗拒他，不想见到他，认清现实吧。就算你再不想见到我，以后在这座房子内，你能看见的人也只有我。乔眼歪头，惊觉自己和石井的脑回路有点对不上。不是，我要睡觉了，你出去。石井有点震惊乔眼的精神状态，仔细地端倪了半天，他也没有从乔眼的神情中找到一点恐惧和厌恶。片刻后，石井皱眉：“这是我的卧室。”乔眼眨了眨眼，低头思索片刻，开口又道：“我要睡觉了，请你出去。”他竟然还用请？难道用请这就不是他的卧室了？石井有些不能理解乔眼的脑回路，他的眉头轻皱，眼眸黑沉的透出欲色。如果有稍微熟悉一点石井的人在这里，一定就会知道，这是他在思考怎么折腾人时候的样子。只是可惜了，现在站在石井面前的是脑回路不太正常的乔眼。乔眼甚至都没看石井一眼，眼皮一耷拉，整个人就陷进了柔软的床榻里，仰着头娇声呼吸的样子，像只嗜睡的小猫。石井威胁了个寂寞，他现在觉得自己真的有点生气了，究竟是为什么会容许自己在一个第一次见面的小骗子身上接二连三的吃瘪？既然是被养着的玩意，就应该有该有的自觉。床头的乔眼不过才躺了短暂的1-2分钟，却已经平稳地发出了一些微弱的鼾声，像是小猫打呼噜，充满了对主人的信任。可是石井却不相信，他不相信会有人睡得这么快，不过是哄骗自己的把戏罢了。这个小骗子，难不成还把他当成了石铮那种好骗的蠢货不成？睡得这么熟，是不是在睡梦中被人掐死了也不知道？石井缓缓起身，他的手像是在拨弄着什么琴弦般，轻慢而又优雅，攀上了少年脆弱的脖颈，永别了小猫。石井的手微微用力，刚好是一个让人觉得他没有在开玩笑，却又不会真的弄伤人的力度。随着力道的攀升，他的眸光也越来越暗，似乎是只要乔眼惊恐地睁开眼求饶，他就真的会用力掐死乔眼。1秒2秒，那双漂亮纤细的手似乎随着感应到的力气，缓缓摸上了石井的手腕。在雪白皮肉被捏得泛起粉色的时候，被吵得睡不好觉的乔眼抬起手，石井懵了，他俯下来的脸被乔眼不轻不重地打了一巴掌。石井没有准备，所以即使乔眼用的力气一点也不大，他还是顺势偏过去了一点头。从来没让别人打过自己的石井沉默了，乔眼真的不按照套路出牌，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都在石井的意料之外。打完人且毫无自觉的乔眼，甚至还微微侧身换了个舒服的动作，就好像只是解决了一个讨人厌的蚊子。没有了烦扰以后，睡得香甜的乔眼甚至显得愈发娇憨起来。石井抿了抿唇，沉默的面容上看不出任何一点表情，甚至都不知道他下一秒会不会突然发疯要弄死乔眼。静静躺在乔眼脑海中的系统闭眼了，他默默双手合十，似乎已经预见了乔眼接下来的惨状。睡觉把松批男主当蚊子打，按照男主原剧情里做过的那些丰功伟绩，系统觉得男主就是把乔眼掐死了，都已经算他仁慈了，至少留了个全尸。但事实上石井什么也没做，他缓缓收回了自己放在乔眼脖子上的手，完全没有任何抱起的迹象。系统，哥，不是，哥你没事吧？你是疯批男主啊？你疯了？你为什么不疯？两个世界，见识了乔眼花式摆烂崩剧情的系统，又再次眼睁睁地看见这个号称疯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男主，缓缓俯下身，在乔眼的额前落下了一个轻又淡的吻。晚安，小猫。系统，随便吧，摆烂了。系统现在算是看明白了，有时候不能怪自己的宿主崩剧情，得怪男主都太贱了，个个都喜欢被打。清晨阳光穿过云层，暖融融的洒进落地窗内，落在床上交织的两个身影间，勾勒出淡淡的金色轮廓。在睡觉的时候，石井常年沉郁的眉眼也舒展开，慵懒俊美，侧脸的线条都整个柔和了不少，少了几分压抑的危险感。日光照耀的一瞬间，石井就从浅眠中清醒了过来，大约也只是过了10几秒的时间，他便缓缓地睁开了眼。石井没有具体的睡觉和起床时间，他从不拉窗帘，阳光照进屋子的时候，他就知道他该醒来了。石井轻轻动了动手臂，被人压了一整晚的手臂已经拉得失去知觉。乔眼睡得很熟，整个人蜷缩成小小的一团，埋在被子和石井的怀里，睡得整张脸都红了一片。
石井恍惚地想起，自己昨天好像把自己弟弟的网恋对象养在家里，而且还是半强迫的性质。石井抽了抽自己的手臂，少年松软的发丝拂过肌肤，暖融融的，又痒又软。石井觉得自己应该洗漱换衣服，但是乔岩很明显不是这么想的，他的脑袋像是粘在了石井的小臂上，对方往外撤出一点，他就黏糊糊的跟上来一点，还真把他当成枕头了。石井皱眉，手臂猛地一用力，把手腕从对方的脑袋下抽了出来，乔岩的头顺势摔在了床榻上，甚至还随着惯性弹了2下。床上的少年似乎有些睡懵了，忽然被如此粗暴的对待，很快就睁开了一点朦胧的双眸，可怜又无辜的朝着石井看了过来，那模样仿佛在谴责石井没有继续给他当枕头，而是这样吵醒了他。既然醒了，就赶紧爬起来洗漱，然后下楼吃饭。在石家吃饭的时间都是固定的，你不吃就要饿到下一顿。乔岩眨了眨眼，脑子迟钝的转了一圈，还没想明白，身体却更快一步闭上眼，脑袋一栽，乔岩就又睡着了。自己的话完全被人当成耳旁风。石井抿唇皱眉，但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穿衣下楼，不吃就饿着，饿了自然就会吃。训犬是如此，人也一样。石家的规矩不容更改，他的威严也不容挑衅。他要教会乔岩的第一课就是学乖。在石家这个压抑的地方，所有人都要按部就班的做自己的事，就连吃饭也有他自己固定的时间，8点吃早饭，12点吃午饭，6点吃晚饭，不吃就只能等下一顿。即便石井现在是石家的家主，他也从来没有想过要更改。除却石家原本就存在的规矩，石井自己也定下了很多不容挑衅的规矩，例如7点以后主楼内不能出现任何佣人的身影，书房除了特定的人不能靠近，他没有出现的地方不能开灯等一系列严苛又奇怪的要求。石井很忙，他的人生里没有任何突兀的其他东西，除了吃饭睡觉，他基本只会出现在书房处理工作，极少数谈生意应酬，生活规律而又枯燥。乔也没有起来吃早饭，石井依旧按照旧例全部撤掉，起不来的人没饭吃，这是石家的规矩。午饭的时候，石井随口问了一句秦特助，人还在睡觉吗？秦特助点头道，是，有人去叫过了，还在睡。石井不相信，他不相信有人能睡这么久都不会醒，无非是反抗自己的手段罢了，以为绝食就能让自己放了他吗？既然起不来，那就饿着吧，等他什么时候愿意下来再给他吃饭。石井这么说着，但事实上他下午在处理工作的时候都会莫名其妙的开始分心，每隔1个小时他几乎都会叫秦特助进来，皱眉询问还没反应吗？是的，佣人进去看了，没晕倒，睡得很香。石井还是不信，小骗子的鬼把戏把。晚饭的时候，乔眼还是没有下楼吃饭，望着餐桌上多出来的1人分量，石井终于忍不住了，他放下筷子，面色沉郁的朝着楼上走去，看着是个孱弱无害的，没想到骨头还挺硬。石井的卧室前因为乔眼的出现，此刻正站了2个佣人，见到石井出现，也只是恭敬的鞠躬道，石先生。石井顿住脚步，回头询问，一直什么声音都没有吗？佣人点头，没有。石井点头，2个佣人十分有眼力的低头关门，彻底将卧室内的一切和外界隔绝。石井推开门，卧室里乔岩好像还保持着早上他离开时的姿势，眉目沉静，呼吸平缓，不管你是装睡还是真睡，现在都该起来吃晚饭了。石井的指尖有些冰冷，乔岩睡得很久，所以在石井触碰到自己的一瞬间，就从浅眠中清醒了过来。石先生，乔岩整个人都有些萎靡，从穿过来到现在，他不是在睡觉，就是在被男主绑架，什么东西都没有吃，他觉得自己都快软成水了。你觉得只要睡着了就能逃避现实吗？石井轻轻在床边坐下，指尖划过少年伶仃消瘦的锁骨，眼眸深邃。乔也没懂他什么意思，有些迷茫的歪了歪头。恰好此时石井抬头，沉黑的眼眸勾勒出淡淡的光。从早上到晚上，你都没有下楼吃饭，就算你绝世抗议，我也不会放过你的。想要被我养着是你亲口求来的。乔眼觉得自己可能是睡傻了，有点对不上男主的脑回路。什么叫自己绝世抗议？明明就是都没人给他送饭。被养得越来越娇气的乔眼不满地皱了皱眉，我动不了，根本就没有人给我送饭。石井不解他的倒腾意味，我早上明明叫你了。乔眼道，我早上不想吃啊。石井快被气笑了，我说了，这顿不吃就只能等到下一顿。乔眼还没见过这样的道理，凭什么？就凭石家我做主，你是男主你说了算。乔眼原本就没什么精神，和石井吵了2句，更是把仅剩的力气用完了。可是中午和晚上还是没人给我送饭了，门口就有人，明明你只要喊一句就会有人带你下楼，你的借口并没有用，我没力气。乔眼陷进被子里黏黏的等，我饿得不行了，只能睡觉。所以抗争的缘由竟然是因为自己没有给他饭吃，就因为没人主动叫你吃饭，你就这么饿着？乔眼眨了眨眼，十分无辜的点头。那如果明天还是像今天这样，难道就要把自己饿死吗？石井不懂，想要什么东西不自己去争取，反而傻傻的站在原地等着别人双手捧着送给他。如果你一直忘，那我就再等等好了。虽然饿得有点难受，但是乔眼还是有点喜欢双腿残废的生活。如果没人管，他就这么躺到死，其实也不失为是一种行为艺术。石井有点接受不了自己竟然这么幼稚的和乔眼在这里争吵。在石家吃饭的时间都是固定的，你今天已经3次全错过。乔眼撇嘴，可是我现在饿了。石井甚至想骂他，你还知道饿，但是到了嘴边，他的话却又变成了，那就受着，这就是你学不会乖的惩罚。石井的话音刚落，乔眼的头就瞬间陷进了被子里，双眸紧闭，看上去就像昏倒了一样。
你这是做什么？乔眼甚至还换了个不那么累的姿势，睡了。石井，你不是饿了吗？乔眼被烦得有点不开心，声音闷闷的回道：你不是说没饭吃了吗？睡着了就不会饿。他的话说的可怜，活脱脱像是石井在故意虐待他，故意不给他饭吃一样。石井有点心软，算了。乔眼出声打断他的话：你出去吧。石井瞬间觉得自己刚才的心软简直是太不知道了，只不过是不吃饭而已，就是挂葡萄糖都能吊着他的命都死不了。那你睡吧，等着我给你收尸。乔眼有点迷糊，不知道是饿的还是已经困了，但是听见石井这么说，还是颇为真诚的点了点头，谢谢。石井觉得他简直是不可理喻。卧室的门被重重推开，随着石井的离去，两个看门的佣人也不再停留，而是跟着石井一起下楼。石井下楼的时间刚好卡在6点50分，正是佣人准备撤餐离开主楼的时间。看着被佣人们收拾的重新整洁干净的餐桌，石井压了压眼皮，等下。他的脚步顿住，薄唇抿了抿，似乎在犹豫什么。片刻后，石井道：重新做一份，送到楼上给他吃。看着佣人显得颇有些惊讶的神情，石井偏过头没有解释，抬脚朝着书房走去。石家的规矩是从很久之前就定下的，佣人也几乎都是伺候了几10年的老奴，哪怕就是时针回来，错过了吃饭的时间也是没饭吃。而现在因为乔眼，许久以来规矩森严的石公馆第一次破了戒。石井很忙，作为石家的家主，说他是日理万机都并不为过。禁忌的事件只遗留墙上的古典钟表发出醇厚的响声，指针在夜色中缓缓滑向12点。石井微微动了动酸涩的手腕，终于习惯性的扣了扣笔帽。包裹在夜色里的石公馆寂寥的让人心里空荡。石井已经习惯在黑暗的环境里行走，七弯八拐的走廊在他的面前仿若比灯火通明还要清晰。越接近卧室的时候，石井却越忍不住加快了一些脚步，因为他恍惚间想起，在这个已经空无一人的房子里，好像还有一个人在等着他。睡了整整一个白天，晚上应该睡不着了吧？石井的脑子里不自觉地浮现了少年翘着小腿埋在被褥里，无聊的快要种蘑菇的样子，唇角不自觉地勾起。石井轻轻地推开卧室的2扇门，没有开灯的房间昏暗的没有一点亮光。借着月色，石井隐约地看见雪白的床单上微微隆起的一点弧度，随着呼吸小小的起伏，微弱却又茂盛的生命力。石井缓缓靠近床的位置，像往常一样静静地坐在床头的椅子上，手指轻轻按开灯开关，眼眸被睫毛压住晕出一点阴影的弧度，模糊的棱角在这一刻竟然意外地显得有些柔和。石井眼眸轻瞥，却在下一秒蓦然结冰。小桌子上他晚上吩咐送上来的食物，现在正原原本本地放着，连一口都没动，所以没有来叫他吃饭，也只是一个骗人的借口吗？石井无法接受自己纡尊降贵为他打破了很久的规则，换来的却是欺骗和抗拒。可即便如此，石井却依旧不想相信。他甚至主动的去想，如果只是睡着了，如果只是不合口味，如果只是不知道。石井一直都很清楚自己是个疯子，石铮也是，但是现在他愿意给乔眼一个亲口向他解释的机会，即使是巧舌如簧的骗人也无所谓，反正这个小骗子最会的就是骗人，不是吗？既然骗了，那就要一直骗下去。不是说饿了吗？送上来又不吃，这么金贵，难不成得让人送进你嘴里不成？石井的手很凉，但是乔眼的皮肤也是。两个人躺在一起一整晚，可能都没办法互相温暖过来。躺在床上的少年依旧毫无反应。石井轻轻皱眉，语气都带上了一些犹豫。乔眼，石井上手轻轻拍了拍少年的面颊，除了光滑若冷意的触回，什么反应都没有，甚至来连睡觉的人被打扰的呜咽都没有。石井终于察觉出不对，伸出手把人从被子里捞了出来。少年纤细的手臂很自然的无力垂落，扬起的下巴宛若冰死的天鹅，漂亮而又带着向死而生的脆弱。石井眉头紧蹙，伸手朝着床头的电话按了几个按键，电话几乎在拨过去反应了没有几秒，就瞬间接通了。带医生过来，要快。电话重新扣下的时候，石井迅速把人放平，掀开了少年的衣服。石井又大致扫了一眼整个身体，没有任何外伤，屋子里没有任何被损坏的物品，也没有尖锐的瓷器碎片。石井抿唇，又伸出手掐着乔眼的下巴，逼迫那张紧闭的小嘴小小的张开。石井抵着他的牙齿慢慢将口腔打开，没有任何异物，也没受伤，根本看不出来伤在哪，除非是吞了下去。想到这，石井的眼神瞬间聚焦般的渗出深沉的暗芒，他的周身都萦绕着压抑的疯狂。就算是死，我也会把你做成标本，我要你死了都不安稳。